来吧，豆芽的新玩具，这个可牛逼了！在中国，如果你开什么所谓的豪车敞篷，那只能代表你很有钱；但如果你想表达自己很有身份，你还不一定能做得上这款大红旗。哦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质感就看起来相当的高级啊！它整个车身上边用的是那种磨砂的哑光面处理。车的玻璃也都是采用了茶色的涂装，轮胎纹理的刻画和里边的电镀轮毂，都是一丝不苟的。尤其我其实特别喜欢红旗的这个车屁股啊，它后边棱起来的这两个边缘刹车灯，这有点可惜了，是涂装上去。如果这儿能嵌两个透明件就更高级了，也是和真车一样非常霸气的两个书法大字，两个排气管，哎，甚至你们来看底盘。竟然也算是比较整齐的啊，连排气筒这个位置都有刻画。车头侧面的这个小红旗从盒子里拆出来的时候需要自己安插一下，插上去还是非常结实的。哇，漂亮！标志性的车前边的这一块的红色零件也是，如果能做成红色的透明件，应该效果会更好吧。车头的刻画可是非常漂亮了，包括它的弧线啦、造型啦，还有里边的电镀内容，进气格栅的纹理。哎呀，整个车身的缝隙甚至都显得没有特别的乱。它在变形的过程中啊，尽量也是处在车身本来应该有的开合线上边。哎呀，这个想法虽然变形也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处理完的效果，对于一款车型保证的完成度这么的高的一款廉价的变形玩具，可想而知啊。这个肯定是极力的去保车型了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这款的人形竟然还不差，车顶这一块的切割也是做的非常整齐，并没有像其他的变形玩具做的分割那么乱，这第一眼让人会觉得特别的大气。你敢想象这是丽匠出品的一个儿童玩具？太帅了！车型的长度差不多在23公分左右，个头还是不小的。那么我们来开始变形它。首先从车门这里直接拆，拨开里边的暗扣，可以看到两个车门连接在一起，直接的开门，拳头就卷在里边了。整个的延展开，把手放下来，然后这一块的车窗折叠回去，两个胳膊顺到前面，然后顺着车顶这一块很规矩的合缝线把这一地方抠开，里边还是有插点的。左右把卡扣打开，完全的分开后，看这里边竟然还有那个后边的这个盖子翘起来，腿部180度翻折出来，翻折到底啊，这里边有一个卡位，把它嘎噔锁进去，然后把盖子再扣上，脚底板这一块面板再贴回来。哎呀，变完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这条腿非常的规矩啊！看各种面的窟窿都给你用板材挡了起来，而且每块板件上的细节刻画还都不错。但依旧可惜，这个系列没有做任何的脚底左右接地，站起来还是这种直不伦敦的。上半身我们刚才把胳膊放好，这个时候前方的这一块从这里抠出来，打开盖子。脑袋再从里边填平，它用了2个面板来实现脖子的切换，90度折下来，锁扣，嘎噔，这里是一个无损的咬，背后的这里直接往下贴。好的，于是这款红旗大轿车就变形完成了。其实这一款的样式更像是一个接受阅兵的部队吧。造型方面，一只手还特意做成了敬礼的手型啊。可以放在这个角度，但前提是你需要把这个小红旗的配件摘掉，不然会别住一点点。武器的步枪也是涂着银漆，闪闪发光，就特别有阅兵的那个范儿。但是对于一款儿童玩具来说，安插武器的方式就略显尴尬了。它是通过后边的扣眼直接放在这个小臂上边，作为一个臂炮，还是一个防呆的孔啊，所以并不能调整什么方向和角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通过后背的这个凹洞把枪背在后面，这样效果还好看一点点吧，背着枪。所以这一款的造型其实还是真的挺有样的，身材的匀称程度是比那款解放要好很多的。来说一说不好的地方吧。首先，
肩膀啊，当你的车门翻折过来的时候，它为了保证这个面的平整，所以没有做任何的卡扣，就导致了它只是靠这个轴的力度去撑着它。变成人形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没卡住，很松。腰部并没有转动，很可惜。没有脚部接地，所以摆姿势的话会差一些啊，并不能 A 字站立。但好在的是，它胯部设计了齿轮关节。而且像这个造型，我觉得就必须得踢正步了。所以这款如果摆造型的话，我觉得标准的把正步踢出来还是最有气势的展现。这别说还挺帅的，但也很可惜的是，踢正步你必须得手扶一下，不然重心的问题，其实单脚站立支撑稳定性并不好。好处就是这条腿，踢出来以后，你看各个角度都遮盖得严严实实，非常漂亮。甚至从后面看都不会有任何的头脚空洞。人的形体方面比咱们上一款玩的解放做的要匀称好看了很多，身上的活动关节并没有上一款解放做的多。所以终归来说啊，这个系列我觉得最终玩的还是车型啊，变形只是它的附加机构而已。但变完了以后，两款可以说也算是各有特色吧，毕竟。还是那句话，一个走向小商品市场的几十块钱儿童玩具，能做到这个样子，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？起码它还保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车型。人形的尺寸方面，到头顶也达到了22.5公分左右，也是不小的一个身高吧。总的来说，还是挺带感的。